每次球队赢得胜利，他都会向球迷打出3拳：一拳进球迷，一拳进球员，一拳进俱乐部。他每去到一个俱乐部，那个俱乐部的球迷和球员都非常喜欢他。他答应帮助俱乐部取得成就，就一定会做到。他买来的球员都在他的培养下成为国际巨星，因为满脸胡渣，球迷也亲切地叫他一声渣叔。他就是利物浦名帅尤尔根·克洛普。虽然他的球员生涯默默无闻，但他找到了自己在足球事业的另一番成就。今天就来聊聊这位来自德国的足球教练。克洛普1967年6月16日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的格拉滕小镇，这里属于德国的乡下地区，但足球氛围却非常浓厚。他的父亲老克洛普也是位足球运动员，所以小时候的克洛普就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足球。克洛普一开始在当地的格拉滕业余球队训练足球基础，虽然是业余球队，但在培养年轻球员方面却非常专业。后来克洛普16岁时去了另一家业余球队的青训营，这是当地最好的青训营，帮助克洛普继续成长。在训练足球的同时，克洛普也同时完成了学业。他在法兰克福大学主修运动科学，也许有这个专业文凭，在他未来的教练生涯中，他帮助很多球员成功的原因。23岁前的克洛普辗转在各个业余球队之间，也在法兰克福俱乐部训练10岁以下的孩子。可以说他很早就接触到了教练方面的工作。直到1990年的夏天，他被当时的德乙球队美因茨看中，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球员生涯。克洛普一开始在球队位置是前锋，后来在95到96赛季改打后卫。球员生涯期间一直都在美因茨俱乐部度过，一共为球队出场了325次，打进了52个进球。在2001年，克洛普选择结束自己的球员生涯，选择退役。而美因茨俱乐部一直都在德乙联赛，虽然在球员时期不能帮助球队升级德甲联赛，但克洛普没有放弃，而是用另一个身份继续帮助球队。在这家俱乐部，他也开始了人生另一个篇章。在球员时期的克洛普遇到了自己的恩师沃尔夫冈·弗兰克。弗兰克当时是美因茨的主教练，是他把克洛普改踢后卫的。每次弗兰克有新的战术，克洛普都会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布置。要记得，克洛普是有体育专业文凭的人，这可能也是他想和弗兰克探讨战术的原因。弗兰克的战术理解影响到了克洛普，在克洛普退役后，也是在他的鼓励下开始了自己的教练生涯。在克洛普刚刚上任美因茨主教练第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来了很多家当地的体育媒体。这些媒体都觉得俱乐部是不是疯了，因为当时克洛普没有任何执教经验和任何成绩，他第一次执教就是德乙级别的球队。当时很多人对这位菜鸟教练的执教感到担忧。其实美因茨选择刚退役的克洛普担任主教练的原因是有2个的，第一个是战术体系，第二个是人格魅力。克洛普从他恩师弗兰克那里学习到了很多执教经验，这和他们经常彼此间探讨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克洛普也掌握了弗兰克的压迫式战术的精髓，在日后也改良了这种战术体系。一个好的教练需要能镇得住更衣室，也就是让球员服从自己，而克洛普就有这种人格魅力。在球员时期，他就经常在更衣室鼓励队友，帮助教练稳定更衣室，所以美因茨选择克洛普当主教练不是毫无道理的。俱乐部当时给克洛普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帮助球队保留在德乙联赛。这对克洛普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加上俱乐部财政紧张，不能随便买球员，这让克洛普在选择球员方面更加谨慎。虽然买球员的金额不多，但克洛普还是有自己的标准，就是人品要好，不管球技怎么样，人品必须要好，这样才能和队友、教练和睦相处。直到现在也是克洛普选择球员的标准。在执教美因茨的第一个赛季，克洛普超额完成了俱乐部给他的目标，除了保级成功之外，还有希望冲击德甲。在联赛最后一轮，只要球队打平就能升级成功。那场比赛对手是柏林联合，可是比赛最后2分钟时，美因茨被绝杀了，导致输掉了比赛，积分榜以1分之差升级德甲失败。你可以想象当时克洛普的心情，上一秒还抱有希望，下一秒就跌到谷底。克洛普哭了，他非常不甘心。
明明德甲就近在眼前，却触摸不到。输掉比赛，克洛普和球员回到了美因茨。下火车的时候，看到很多球迷在迎接球队，球迷们都非常开心，因为他们知道球队这几年一直在保级中徘徊，在这个赛季却踢得非常出色，还差一点点升级成功。他们感谢克洛普为他们打造了这么优秀的队伍。在美因茨的一个广场上，克洛普发表了一个演讲，他鼓励球迷继续支持他们，相信他们下个赛季可以升级成功。他的演讲非常有感染力，球迷们都非常的支持他。时间来到德乙的02到03赛季，同样的剧情又再次上演起来。美因茨要踢完最后一场比赛才知道能不能升级德甲。他们当天同时的比赛还有法兰克福，积分榜两支球队都是56分。美因茨的比赛先踢完了，4比1赢下了胜利。当时另一场比赛法兰克福3比3和对手打平，就算法兰克福4比3赢或者5比3赢，美因茨都能升级。全部的美因茨球员和克洛普都看着球场上的小电视，但02到03赛季比01到02赛季更残忍的地方是，法兰克福在最后比赛的3分钟连进3球，以6比3赢下比赛，也意味着美因茨仅以1个净胜球没能升级成功。这比输掉比赛更加侮辱人，全队的1个赛季努力全部化作灰影。连续2个赛季经历这种事，是个人都要崩溃了。在美因茨的广场，这次来了1万多名球迷，克洛普再次面对球迷。不过这次不是克洛普鼓励球迷，而是球迷鼓励克洛普。球迷们相信克洛普一定会带领球队升级成功。克洛普感动地说，世上没有一家俱乐部像美因茨一样，经历上赛季的痛苦之后，还能创造出如此优秀的1个赛季。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个更精彩的赛季吧。就这样，克洛普迎来自己在美因茨的第3个赛季。俗话说事不过三，虽然不知道德语有没有这个词，但克洛普面对第3次尝试，他想成功，他想帮助球队升级德甲。在03到04赛季，熟悉的剧情又再次上演。美因茨完成联赛最后一场比赛，也赢取了胜利，积分拿到54分。不过克洛普和队员们还要等待另一场比赛的结果，因为那一场比赛球队亚琛在积分榜排名第3，他们也在争取晋级的机会。只要亚琛赢了，美因茨就再次升级失败。连续3个赛季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克洛普都非常的煎熬。不过这次终于轮到美因茨了，亚琛俱乐部输掉了那场比赛，美因茨也终于升级了。打进亚琛球门那个球员也被克洛普买到了美因茨。克洛普作为教练执教美因茨7个赛季，帮助球队在德甲最好成绩是第11名。他把一手烂牌打造成一支中游球队，这表现出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教练，以及有选择球员的眼光。他需要到更大的球队来发挥实力。一支球队如果管理不善，就会面临破产，球星出走，更衣室混乱，从此俱乐部开始走下坡路。当时多特蒙德就面临这种情况，所以打算找一个能帮助球队重新回到正轨的教练。他们看到克洛普怎样帮助美因茨从弱队打造成一支中游球队，而且也看到克洛普的人格魅力和帮助球队更加团结，所以多特蒙德在08到09赛季选择克洛普作为球队的主教练。来到多特的克洛普马上对球队进行了改革。首先，他先和球迷代表见面，这么做的目的是修复球迷和俱乐部的关系。见面会当天，有个球迷代表因为堵车迟到了，那个代表给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可以先开始。”但克洛普知道后，马上打电话给那个代表说：“没事，我们会等到你才开始。”这个代表听到后就觉得这个教练和以往的球队教练有点不同，他很有亲和力和耐心。克洛普解决完球迷问题后，他找到球队的球员，他一个个聆听他们对俱乐部的看法，然后他去找到俱乐部的民宿，倾听他们的建议。这就是克洛普对俱乐部的改革第一步，修复关系。因为他明白现在球队的整体氛围都非常低迷，他想先把这些人际关系解决好，才能让球队一步一步回到正轨。更衣室问题解决后，克洛普开始把自己的高位压迫战术带到了多特蒙德。这种战术就是失去球员后马上进行压迫式抢断，整体后防线靠前。他也卖掉了2位不错的前锋，理由是跑动不多。
压迫式战术需要跑动多的球员，如果跑动不积极，无法很好的执行这个战术。卖完球员后，克洛普没有把这些钱去买大牌球星，而是买那些有潜力的新人，哪怕价格很高。大量运用年轻球员能帮助球队重新洗牌，以往更衣室不好的氛围也能清洗干净。克洛普对多特蒙德改革很成功，08到09和09到10赛季联赛排名从中下游到联赛前6名，也帮助球队签约了胡梅尔斯、莱万、香川真司等一些非常有潜力的球员。时间来到10到11赛季，这个赛季多特蒙德迎来了属于他们的时代。在那个赛季，克洛普的带领下，多特蒙德面对德甲巨人拜仁，主场和客场都战胜了对手，一路领跑积分榜。克洛普用了2年时间改革多特蒙德，打破了拜仁长达10年的德甲冠军垄断。在10到11赛季，带领多特蒙德拿下德甲冠军。克洛普成功让多特蒙德回到正轨，回到欧洲豪门的行列。多特蒙德在克洛普的带领下继续乘胜追击。11到12赛季，虽然在赛季上半部分落后拜仁10个积分，但克洛普没觉得已经和冠军失之交臂了。他鼓励球员还有机会，还能拿下联赛冠军。冬歇期结束后，多特剩下的17场比赛里面打了15场胜利，积分榜反超拜仁，成功卫冕了德甲冠军。接着在德国杯的决赛上，多特5比2大比分赢下拜仁，拿到了俱乐部历史上首个双冠王。度过了2个几乎完美的赛季后，拜仁开始展现惊险的实力。他们挖走了克洛普培养出来的莱万和格策，导致多特进攻线弱了很多。不过虽然联赛成绩再次被拜仁压着，但克洛普对多特的改革非常成功，让俱乐部重新回到欧洲强队的行列。在带领多特7个赛季后，利物浦找到了克洛普，因为当时的利物浦就好像08年的多特一样，想要他帮助利物浦重新振作起来。而克洛普选择接受利物浦的邀请，在15到16赛季入主利物浦，开始自己的英超执教生涯。克洛普来到利物浦的时候，联赛已经开打了一段时间，他没办法马上买人，只能从战术上入手。他把他在多特蒙德获得成功的战术体系融入到了利物浦里。虽然在执教第1个赛季只获得了联赛第8名，但帮助球队拿到英联杯和欧联杯的亚军。联赛成绩虽然不好，但杯赛成绩让红军球迷信任这位教练能在未来帮助利物浦获得更好的成绩。16到17赛季，克洛普迎来了自己在利物浦的第1个夏季转会窗口。首先，他先卖掉了球队的老将，然后他需要买到适合战术体系的球员。他从南安普顿买到了马内，从纽卡斯尔买到了维纳尔杜姆，从自己的老东家美因茨买了卡里乌斯。这个卡里乌斯可以说是克洛普执教生涯中最差的引援，后面会说。然后把利物浦青训营培养出来的阿诺德放到了一线队。像多特时期一样，克洛普用很多年轻球员来填补阵容。这个赛季，克洛普改善了前、中、后3个地方的球员，让利物浦的联赛排名保持在上半区。在克洛普来到之前，利物浦已经有6个赛季没有参加欧冠了，但在克洛普的带领下，那个赛季拿到了联赛第4，让利物浦时隔6年重返欧冠赛场。克洛普也知道，现在这支球队进攻线还能继续加强，为了在下赛季的欧冠联赛和联赛上面取得更好的成绩，他需要买到更好的进攻球员和马内做搭配。在17到18赛季，克洛普花高价从罗马买来了沙勒赫，转会费为4200万欧元，成为当时队史最贵转会费纪录。可以看出克洛普对沙拉赫的赏识。中锋位置上，克洛普改造了差点被球队抛弃的菲尔米诺，让他踢9号位置，也就是影子前锋，这彻底激发了菲尔米诺的潜能。17到18赛季，利物浦前场球员已完全成型。补强了进攻线的利物浦在联赛里大比分赢下对手，但有时也被对手大比分赢，因为后防线的防守还没有成型，急需一位稳得住的后防大将来指挥后场。在那个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里，利物浦1.6亿卖掉了库蒂尼奥，这让利物浦有足够的钱补强后防线。克洛普看中了南安普顿的范戴克，花了7000万欧元买来了范戴克，创造了最贵的后卫转会费纪录。但这也是克洛普最成功的转会交易。17到18赛季，因为瓜斯曼城太逆天，加上一些伤病因素，利物浦只获得联赛第4名。但在欧冠赛场上，利物浦却展现出了超强的实力。在欧冠8强面对实力强劲的曼城，利物浦3叉戟发挥出色，主场和客场都赢下胜利，总比分5比1轻取曼城。
接着在半决赛面对罗马，虽然客场输给了罗马，但凭借主场5-2的优势，利物浦艰难地挺进了决赛。重返欧冠第一年，利物浦就杀进决赛，克洛普的战术以及球员调整都非常成功。欧冠决赛面对的对手是皇马，本来这次比赛利物浦很有可能赢下胜利的，但在上半场沙拉赫就因为肩伤被迫下场。还有就是刚刚提到克洛普的最差引援卡里乌斯，因为他2次低级失误，让势均力敌的比赛瞬间没有了看点，最终比分1-3，利物浦输掉了比赛。卡里乌斯也在下个赛季被克洛普卖掉了。时间来到18到19赛季，克洛普急需要稳定的门将来代替卡里乌斯，他看中了在罗马的阿利松，花了7250万欧元买下了他。创造了门将最贵的转会费记录。他喜欢把钱花在刀刃上，从他买萨拉赫和范戴克就能看得出来。在他的培养下，萨拉赫和范戴克已经成为当时最好的边锋和中后卫，而买来的阿利松也即将在他的培养下成为世界最好的门将。18到19赛季，利物浦的阵容已完全成型，球迷们都非常期待这个赛季的克洛普带领的利物浦。那个赛季英超联赛，利物浦就只输了1场比赛，总积分来到97分。但因为打平的次数太多，最终积分榜相差1分输给了曼城，差一点点拿到了利物浦队史上第一个英超冠军。虽然联赛和冠军失之交臂，但欧冠赛场上的利物浦上演非常精彩的比赛，尤其在半决赛对阵巴塞罗那比赛里上演了安菲尔德奇迹。因为首回合客场的比赛里面，利物浦0-3输给了巴萨，基本上逆转可能性很小了。但克洛普没有放弃，他发挥他的人格魅力，鼓励球员一定可以逆转。回到主场，利物浦气势丝毫不减，在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就打进1球，这么早就取得进球，球员的气势就更加高涨。接着在下半场，维纳尔杜姆2分钟内梅开2度，帮助利物浦追平比分。最后在79分钟，奥里吉打进那场比赛最后一个进球。最终总比分4-3逆转巴萨。欧冠决赛对手是同联赛对手热刺。面对经常面对的对手，克洛普早就想好了应对战术。在这次比赛里，两队其实都没有发挥到最佳状态。不过利物浦更胜一筹，最终利物浦2-0赢下胜利。时隔多年再次称霸欧洲。到了19到20赛季，克洛普还差最后一个目标没有完成，就是帮助球队拿到联赛冠军。而在这个赛季里，利物浦维持了上个赛季的水平，买来的马内、萨拉赫、范戴克等球员已经成为世界顶级的球星。在利物浦的众多球星帮助下，那个赛季赢下了38场比赛中的32场胜利，积分来到99分，拉开了第2名的曼城18分。最终利物浦在19到20赛季成功拿下队史首个英超冠军。克洛普用了短短的5年时间，成功打造出欧洲最强的球队。他和球迷、球员、俱乐部都保持很好的关系。赢下比赛后，他都会向球迷挥动3拳。虽然这3拳克洛普没有说具体的意义，但如果用我的角度来解读的话，这3拳1拳进球迷，1拳进球员，1拳进球队。克洛普也在最近宣布了24年赛季结束后不再执教任何一支球队，休息1年。想必1年后肯定会有很多大球队想要他，就看看哪支球队符合他的要求了。好了，以上就是利物浦名帅克洛普的故事，讲了好多。如果你喜欢我分享内容，请点赞、分享、关注。这里是节目，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